昨天在比特币盘面呢，我刻意把视角拉回日线来看哦，在直播间也有提到，平日5天的节奏其实很快哦，今天只剩下这个周五需要去做备战，那作为下一周呢，又得换一个角度重新衡量整体位置，或者是说整体的环境，所以说日线的表态呢，会比盘中来回震荡来的更有参考性啊。市场目前给的反应啊，可以看到昨天这一根 K 线呢，是又可以说是再次以爆量下行去作为表态哦。那这一次的这个 K 线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似曾相识啊。这一次的这个爆量 K 线呢，是和我们原先周二这一根 K 线一样哦，又再一次出现了十字星的讯号啊。那这种 K 线形态呢，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场噩梦啊，因为它什么也没说清楚哦，反而让人开始犹豫，到底是要偏多还是说要偏空？那如果是说昨天你有看我视频分享的情况下，我有提到啊，那我们把时间拉长一丢丢哦，来去看整体比特币盘面呢，那我们可以看到。从周一啊一路看到现在的话呢，整体的结构呢其实很一致哦，价格暂时是在我们的上方哦出现了压力，并且没有延续哦回暖到当时我一直提到的上周所留下的空白区哦，但是这里呢依旧还是有个地方我始终会去反复衡量的哦，因为周一这一根爆量上行 K 线呢。完成了我们突破的情况啊，那经过周二的清扫，包括周三的反压，甚至到现在又出现和周二一样的这个表态呢，看来确实是有出现被压制的情况。可是实际上呢，我昨天视频有提到说。截止到目前吧，所有的 K 线呢，其实都没有实际性去扫掉当时周一的高点。哦，那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之关键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啊，我会更倾向于把周一的突破看成是一段回调中的结构行为，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说失败了、上不去了这种情况来去衡量整体比特币的这个盘面哦。所以盘面目前呈现的可以说是没有方向的否定，而是这个我们叫做节奏上的迟疑啊。那在短线来看呢，价格虽然说它是已经回到我们昨天有提到的上周高低点的范围之内。可以看到上周的高点是在这里，低点是在这里，目前价格是走到了这里面进行一个表率啊。那在这个位置的话，目前对我来讲，接下来呢，我还是会衡量上涨斐波的一个情况去做一个观察把底部呢这两笔多单的这个进场逻辑呢放回同一套结构里面，重新去好好观察一下具体价格的反应哦。因为昨天其实，在直播间呢，本来原先你们会看到只有2个单子，但是昨天呢，也正是因为第二张就是昨天原先的第一张因为我在这边已经进了一场嘛，进了一个小仓，那这个待会我们放到后面讲其实如果说昨天你们有看我的视频分享的话，那我在底部这里呢，其实是有预留了做多单的位置那昨天在直播间呢，也算是等了个寂寞昨天直播间也有看到那我昨天在直播间呢，其实在这个上周高低点以斐波来去衡量的情况下呢，在0.5这个位置，我是差了将近13个点左右等于是可以说是错过了一段相对完整的利润空间那如果说我们放大整体的环境，你可以看到说。我原先想要进场的位置呢，其实是在0.5的这个区域，价格昨天是实际性的往这个位置去做了一次的测试本来我是等着在这个位置去以一个市价单的形式去做一个进场，不过在盘面默认的视角里面呢，我以为我是放好了这个0.5的位置，但是昨天实际性看到价格回落的那一刻呢，当我想要去做进场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单子怎么没有一定的这个表现原来仔细一看呢，可以看到这里0.5持续到我这个位置呢是差了将近13点可以说是稍微有些错过。那在这个情况下来讲呢，这一个单子是没有成功的进到。所以我接下来呢，
我会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哦，还能不能够给它重新哦，让我再有一个多单的这个仓位添加哦。那昨天也是快这个下播的时候哦，我有提到说，如果哦在中周期出现明显的这个跌停哦，我会直接选择小仓进哦。昨天我是11点下播的，我是有在直播间说，如果说12点过后或者是临近12点，整体在中周期时间级别里面呢，它收盘的情况下是整段下跌以后的跌停哦，我会小仓进哦。那后面这两笔呢，我还是会保留哦，准备分批的去加仓和进场哦，拉一个均价来去衡量我一直保持的这个多单思路哦。那目前呢，我们回顾到4小时环境啊，我们回顾到4小时环境，可以看到说已经在底部这里出现了一根拼霸的形态哦，那这一根呢，其实就是昨天我错过十三个点的这个空间哦。那我昨天11点下播，我有说这里收盘了以后，如果说这里出绿 K 的话，我要准备提前先做进场了。当然，在这个角度呢，我们可以放个垂直线回到我们天图的这个环境，可以看到说这里的十字星呢，其实它是没有跌破我们昨天的这个前天的低点哦，同时呢，在中周期时间级别出现了拼吧。按照我的原先计划，就是说，只要它没有跌破前天的低点，那这个时候拉回这个拼吧的情况下呢，我会认为说这一段的跌又再一次了选择跌停的一个举动哦。那原先呢，我去拿摆动低点哦，作为一些参考衡量的情况下呢，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一根的拼吧哦出现了以后呢，它是刚好卡在了这里摆动低点所出现一个等低的结构哦。那如果说这里你看不清楚的话呢，那我们可以切到1个小时环境哦，我们可以看那。切到1个小时环境呢，你可以看到原先我在这里布的一个0.5想要准备做的多单呢，我是拿1月3号伦敦低点来去做衡量的哦。那在另外一个底部这里呢，618到705区间呢，我是拿原先1月2号的纽约低点作为衡量的。那目前呢，可以看到说，不管我们是通过4小时级别，还是说通过1个小时级别那目前价格呢，它是在伦敦低点这里附近做了一个小幅度的流动性猎取，同时在这个流动性猎取的过程当中呢，它是贴近了我们天图 FEG 的位置，做了一次非常小的这个碰撞非常小的这个碰撞或者是填补那短期来看的话呢，我的这里我的多单依旧还是会保持并且带到这个直播间一起去验证一起去见证那重点不在于猜而是看价格能不能够顺势的去突破我们昨天的高点并且重新站稳在这个上方。依旧还是一样，我会看我想要看的剧本，就是这里上周的一个空白区位置那今天因为是这个美好的周五所以说我还是会保留一定的警惕毕竟周五的盘面我经常给大家讲，对吧？有的时候周五的盘面呢，往往是洗牌前的这个铺垫所以说在这个警惕的一个状态呢，我还是会看一下价格，它到这些高点了以后呢，它会不会出现其他什么反应那以上是我对比特币盘面的分析对盘面的这个看法感谢大家的这个收看那如果是说你觉得这样的盘面拆解对你有帮助的话点赞记得搞起来同时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现在对比特币行情的偏见或者是想法今晚直播间呢，我会把这些观点一起拿出来，我们放回盘面上面一起去讨论，一起去交流那这里也是要提醒一点我是不带单不喊单的只做交易的分享专注市场语言和这个逻辑和这个结构逻辑如果是说你想要更深入的去拆解结构，或者是说你在这个目前操作上面遇到了什么卡点那你可以通过下方的链接或者是主页直接找到我我会帮你去理清自己的盲区找到自己合适或者是找到自己的成长方向